我买的废弃厂房拆迁了，赔了9600万。我揣着合同想回家报喜，没曾想到580万的老洋房和80万存款全过户给你妹妹。580万的房子，一分都没有我的。那您的养老圆圆全负责。你离了这个家，喝西北风去！我没有理会他，转身离开了这个家。肖先生，您先过目。如果确认无误的话，请在最后一页签字。这块旧仓储的拆迁补偿款加上置换的核心商圈商铺，总计9600万，资金会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打入您的私人账户。9600万，3年前我掏空自己所有积蓄，顶着全家人骂我败家子、脑子进水的恶毒诅咒，买下了那片被所有人嫌弃的废弃厂房。今天终于迎来了翻盘。恭喜肖先生，以后您就是咱们滨海市身价近亿的青年才俊了，前途无量啊！谢谢主任，借您吉言。老板，挑一只最大最肥的帝王蟹，再来一条东星猫，打包。好嘞，小伙子，这帝王蟹可不便宜，今儿家里办喜事啊。天大的喜事儿，想给家里人加个菜。妈，你在家吗？晚点回去，我告诉你个事儿。正好，我也有话和你说，先挂了，我这儿正忙着呢。忙着连听我说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妈，我买了帝王蟹，刚才电话里。肖觉，你回来的正好，今天开个家庭会议，有件事儿得跟你说明白。什么事儿这么严肃？康平街这套老洋房，我跟你爸商量过了，连着家里的80万定期存款，明天一早全过户登记到肖媛名下，就当是给圆圆的嫁妆。圆圆结婚早，以后有了孩子，处处要用钱。你在外面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要房子干什么？妈，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这套房子在市中心，市价少说580万，加上80万的存款，全给肖媛，您一分都不给我。肖觉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那点月薪够你花了，你妹妹以后要养一大家子，压力大着呢。陆凯现在做生意也正需要资金周转，你就别跟他争了，行不行？大哥，我也不是说你一个大男人，学历高又有本事，天天惦记着家里这点老本算怎么回事？你在外面一个人多潇洒，非争房子干什么？我没争，这房子是我爸妈的，他们爱给谁给谁，我就是问问。问什么问？这事儿我跟你爸已经定了，轮不到你这儿指手画脚。行，既然这套房子和家里的存钱都没我的份儿，那以后您的养老全交给肖媛和陆凯负责，我这边就不参与了。你说什么？你在这跟谁摆谱呢？你一个月挣那点破工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哼，离了这个家，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去吧你。妈，既然房子和家产全给肖媛，养老的事也不该我管，这个道理从法律上、人情上说得通吧？肖觉，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妈10月怀胎生下你，养你28年，供你吃，供你穿，养老是你的义务，跟分房子是两码事儿。养我28年，妈，我上大学的学费是我自己借的助学贷款，我毕业前3年的工资全被您拿去给肖媛买奢侈品，给陆凯买车凑首付了，我欠这个家的早就还清了。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房子给谁，谁养老。你们拿了580万的洋房，拿了80万的现金，我什么都没拿，想让我继续给你们当免费的血包？就当没收你这个儿子！听到没，大哥？妈让你滚呢！哼。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你那屋里的东西什么时候来搬？圆圆可说了，下周我们要重新装修，要腾你那个12平米的次卧当我的独立电器房，我现在就去搬。过去28年，我为了这个家活得像条狗。既然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那这9600万的拆迁款，你们这辈子1分钱也别想碰到。哥，你也别怪妈发火，妈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陆凯以后养一大家子，还要在外面应酬，不容易的。你一个人没房没车的，多轻松啊！对了，陆凯有个表妹叫沈薇，条件嘛虽然一般般，但跟你现在的情况挺配的。毕竟你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人家愿意跟你见一面就不错了。改天我让陆凯约出来，你们见见。不用了，你的施舍留给陆凯吧。哼。
外人好，很好，这是你们亲手划清的界限，以后千万别后悔。顾律师吗？我是肖爵，办妥了。我明天上午9点去律所签资金接收协议和信托代管文件，我要做最高级别的财产隔离。明白，肖先生，我会用最严密的防火墙为您处理。小伙子，大晚上的搬家啊？去哪儿？师傅，去云亭天街。小伙子，那地方住一晚得好几万呢。开车吧，师傅，今晚是个好日子。尊敬的肖先生，您名下的巨额拆迁补偿款已全数通过独立信托账户清算完毕，现已安全到达您的私人账户。您的专属黑金卡已激活。这一栋的顶层复式，今天能看吗？能，我马上拿钥匙，您稍等。直接签合同吧。先生，这套房总价高达8位数，首付的审批要求。现在签。您确认是全款？确认。另外，帮我联系一下车行。好的，肖先生，马上为您办理最顶级的 VIP 加急手续。喂，大哥，昨晚搬出去睡哪儿了？有事说事。别怪妹夫不照顾你。昨天圆圆不是说了要给你介绍对象吗？我都安排好了。我那个远房表妹沈薇，人在小公司做前台，条件一般般，但配你这个领着点死工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单身汉，正合适。不用，别挑3拣4的了，你那条件能有人愿意认识你就不错了。明天中午12点，聚香楼包厢，我跟圆圆做东，帮你把关，你可别迟到。沈巍。哟，大哥来了，相亲也不知道去借套像样的西装穿穿，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抱歉，路上有点堵车。薇薇来了，快坐快坐，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肖爵。你好，我是沈薇。肖爵，薇薇啊，我这个大哥人老实，就是挣得少，在一个破公司上班，每个月就拿那么点死工资，连个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昨晚刚被我们从家里赶，哦不，刚搬出去。是啊，薇薇，不过跟你挺配的，你们俩都是经济适用型，谁也别嫌弃谁。薇薇，你看他哪儿都好，就是没什么上进心。你看他那衣服，起球了都不换，穿的跟个捡破烂的似的。你可别嫌弃啊，他这人也就只能将就将就了。陆凯哥，我觉得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不在这些外在的东西。薇薇，你还年轻，不懂这些。萧元姐，上进心不是靠一张智嘴说出来的，衣服是用来保暖和遮羞的，只要干净整洁就好。我觉得萧爵穿得很得体。至于钱和房子，如果人品不过关，再多的钱，过日子也是一种折磨。谢谢你们今天操心组局，不过我今天来是想认识萧爵的，不是来听你们居高临下介绍他的缺点的。这顿饭我吃不习惯，先失陪了。萧爵，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换个地方聊。好，我请你。装什么清高？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穷鬼离了我们怎么活！真是狗咬吕洞宾。刚才在包厢里，谢谢你。谢我什么？替你挡了那4句话。以前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帮我挡过。那你为什么不反驳？陆凯那么说你，你居然连一句重话都没有回击。因为以前反驳过，发现说什么都没用，而且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不在乎的人没资格影响我的情绪。陆凯跟我说有个大哥人老实，条件差，让我来见见。我其实做好了遇到一个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的妈宝男的准备。那见了之后呢？是不是很失望？比我想的好太多了。因为你在饭桌上没有附和他们那些难听的话，你一句都没有反驳，但你也没有点头认命，你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保全了自己最后的体面。刚才那顿饭被搅和了不算，你欠我一顿饭，下次换你请我。好，时间地点你定，我随时奉陪。那下次见。这个世界很烂，但偶尔也会有光照进来。以前每到冬天，他总念叨手脚冰冷，这副手套算是我全了这28年的母子情分。过了今天，该还的恩情彻底两清。
哟，大家快看，咱们家的大哥来了！妈过60大寿，他居然穿着身破烂来，也不嫌丢人。萧绝，你怎么才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就算你搬出去了，好歹也借套像样的衣服穿穿，你这样子成何体统？路上有点事，耽搁了。哎呀，彩霞，孩子能来就行了。菊儿平时上班辛苦，穿得舒服最重要。来，菊儿坐三舅旁边。妈，今天您60大寿，我和圆圆特意去市中心最大的金店给您挑了一件礼物。哎呦喂，这么粗的金镯子，这得不少钱吧？圆圆和陆凯真是太孝顺了。彩霞，你可真是好福气，招了这么个有本事的金龟婿，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喽。哎呀，你们2个孩子啊，真是破费了。妈什么都不缺，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妈比什么都高兴。妈，您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房子和存款您都给我们了，我们孝敬您是应该的，毕竟咱们才是一家人嘛。大哥，你呢？今天可是妈的60大寿，你作为长子不会空着手来吧？就算你现在被赶出家门没钱了，随便买点水果也算是份心意啊。妈，生日快乐！知道您冬天手容易冷，给您挑了一副羊绒手套。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这大热天的，送什么手套？大哥，你这是在地摊上买的吧？看这包装，10块钱3双那种。你要是实在没钱，跟我说一声，我这个当妹夫的借你几百块买个像样的礼物也行啊。礼物重在心意，至于价值，懂的人自然懂。萧绝，你还在这儿顶嘴？陆凯说你2句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别因为心里不平衡，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去借什么网贷。你要是敢在外面惹一身债，别指望我们这个家替你还1分钱。您放心，我萧绝就算饿死街头，也绝不会牵扯到你们。今天这副手套是我最后一次给您送生日礼物，以后我们互不打扰。菊儿，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快少说2句。彩霞，你也真是的，孩子送的礼物就是一份孝心，你比来比去干什么？三哥，你听听他说的，这叫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我养了一头白眼狼啊！我还有事，先失陪了。饭我吃过了，礼物也送到了，各位慢慢吃。妈的，没钱还敢在桌上装大爷！老子今天非得拍几张你挤公交的穷酸样发到家族群里，让你彻底抬不起头来！我的个乖乖，这酒店今天来什么超级大人物了？这车落地起码得几百万吧？萧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我眼花了！哎呀，那绝对是萧绝，那个穷光蛋，那个每个月只挣几千块钱的废物，怎么可能开得起那种级别的豪车？喂，老马，帮我查个事儿就现，帮我查查滨海经济特区那边最近是不是有旧仓储拆迁的项目？对，一个叫萧绝的名字，快！萧绝，你就算真发了财，也别想甩开我们独吞。大哥，不好意思来晚了，来，这杯我敬你。前几天在饭局上是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啊，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有事直说。大哥，我那天在酒店车库好像看见你了。你是不是发财了？开那么好的一辆车，那车落地可是个天文数字啊！哦，你觉得呢？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有个朋友在城建局，听说滨海经济特区那边有一批废弃厂房拆迁了。你早年不是在那边买过一块地吗？是不是拿到天价补偿了？陆凯，如果我真拿了那笔天价补偿款，你觉得我现在还会坐在这儿跟你吃几10块钱的烧烤吗？那车是我老板的，我临时帮他开去保养。怎么，你很希望我发财？嗨，我就说嘛，你一个月就拿那么点死工资，怎么可能买得起那种级别的豪车？哈哈哈哈！大哥，你这玩笑开的，你要是真发了财，怎么可能看着妈大寿只送一副破手套呢？行了行了，既然是老板的车，你可得小心开，刮花了你10年工资都赔不起。我还有事儿，单我买了，你慢慢吃啊。愚蠢至极，只有贪婪才能让人一步步走向深渊。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妈，圆圆，别看电视了，咱们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怎么了，老公？一惊一乍的。我看中了一个当下最火爆的网红轻食连锁品牌，现在全城都在排队，利润极高。只要咱们拿下市中心的代理权，不到半年就能回本，1年就能买豪车换大别墅。到时候咱们家的资产绝对能翻上好几倍，让萧绝那个穷酸鬼羡慕死。凯呀，
这生意听着是好，可是前期投入要不少钱吧？咱们家那80万存款，你前阵子买车买表，再加上筹备婚礼，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妈，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手里不是还有这套老洋房吗？这套房子现在在圆圆名下，只要拿去银行做个抵押贷款，资金不就出来了？抵押房子，老公，万一亏了，咱们可就没地方住了。亏？怎么可能亏？我找人做过详细的市场调研了，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你们难道想一辈子住在这个破洋房里，看那些有钱人的脸色吗？只要干成这一票，咱们就能彻底跨越阶层。好，干了！这房子是留给你们小两口的，只要能挣大钱，拿去抵押，妈支持你们。谢谢妈，您放心，这波咱们绝对赚得盆满钵满。潮水退了总会涨回来，但每一波拍打在岸上的浪花，都已经不是原来那朵了。是啊，有些东西一旦退潮，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晚饭时间快到了，今天不在外面吃，我带你去个地方。肖觉，你带我来这儿是有话想对我说吧？陆凯没跟你说错，我是被他们赶出来的。但我没告诉他们的是，9月15号那天，我早年买下的废弃厂房被政府征收，我拿到了一笔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巨额补偿款。9月15号，你被赶出家门的那天。对，我揣着一夜暴富的合同，满心欢喜地回家报喜。可那个家根本没有我的位置，他们把所有的房产和存款全给了我妹妹，1分钱都没给我留。所以你选择了沉默。是的，我兑了款，买了这套房，买了车，但我一个字都没说。我在等着看他们为了那点可怜的利益，能把亲情践踏到什么程度。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你不怕我也和他们一样，是为了你的钱吗？沈巍，我以前在那个家里，钱是毒药，1分钱能炒3天。不想跟你之间也有那种东西的阴影，我对你全盘托出。肖觉，我不在乎你以前穿起球的衬衫，也不在乎你现在住在这云等天街。如果有一天他们查到了真相，像吸血鬼一样扑过来找你闹，那你怕不怕？我不怕，你也不要怕。以前你是一个人，现在有了我。时间有如白驹过隙，贪婪的泡沫终将破裂。你不是说稳赚不赔吗？你不是说半年就能买大别墅吗？现在呢？完了，全完了！我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他们骗我，我能怎么办？陆凯，你让我查的事儿有着落了。老马，查到了什么？快说！滨海经济特设区那块废弃厂房的拆迁户确实叫肖觉，而且因为那块地正好划在了核心芯片产业园的中心，补偿标准是最高级别的。补了多少？连现金、签名信带市中心置换的商铺总价值逼近9位数。陆凯，你这个大舅哥现在可是滨海市隐藏的超级富豪啊！老公，老马说什么了？什么大舅哥？什么超级富豪？肖觉那个畜生，他不仅发了财，他是暴富了，他手里捏着上亿的资产，他在看我们的笑话。我的老天爷呀！我是造了什么孽呀！哭什么哭？现在哭有什么用？他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儿子，是圆圆的亲哥哥，他手里有上亿的现金，替我们还几百万的债，那不是9牛1毛吗？对，我是他亲妹妹，他不能见死不救。走，妈，这次必须逼他把钱吐出来，救命！老公，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拿到了最顶格的补偿款，还能有假？官方的文件，难怪他在饭桌上那么嚣张，难怪他开得起那种级别的顶级定制豪车，他就是故意瞒着我们，看我们像小丑一样破产。那现在怎么办？妈，您放心，我今天就算是把天捅个窟窿，也必须让他把钱吐出来。他现在在市中心最顶级的 CB 写字楼里，直接包下了1整层，搞了个什么投资公司。我跟你一起去，我是他亲妹妹，打断骨头连着筋，我就不信他敢当着全公司人的面对我这个亲妹妹见死不救。对，穿好衣服，咱们现在就去堵他。老公，你那朋友的消息准不准啊？他真的在这儿？这地方1年的租金可是个天文数字，他真有这个实力？绝对错不了，他现在可是超级大客户。肖觉，这位先生，请退后。
找我有事？哥，你终于肯见我们了！你知不知道家里出大事儿了？我们的生意被骗了，现在欠了一屁股债，要是还不上钱，妈和我们就要被赶到大街上要饭了啊！大哥，之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知道你现在发达了，你手里握着那笔天价拆迁款，你手指缝里随便露一点就能救全家人的命啊！救命？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萧绝，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没人性的话？她是你亲妹妹，妈是你亲妈，你现在手握巨额财富，坐拥整层的高级写字楼，你眼睁睁看着亲妹妹去死，你良心过得去吗？良心？你们跟我谈良心？当初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说我一个人要房子没用，那是你们定的规矩。哥，那是妈的意思。陆凯，你在客厅里是怎么指着我的鼻子骂的？你自己还记得吗？你说我拿着那点死工资离了这个家，只能去喝西北风。你说每个月拿那点微薄薪水的人根本不配拥有房子，这是你亲口说的，对吧？既然你说靠死工资的人不配有房子，那现在你有什么脸面跑来找一个被你们扫地出门的人开口要几百万的救命钱？活该啊！原来是想霸占家产把人赶出去，现在自己破产了，又想跑来吸血，脸皮真够厚的。这种血亲亲戚就该断绝关系。萧绝，你别在这跟我翻旧账，你其实早就知道你要暴富了，对不对？你把合同藏在口袋里，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分房子，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借高利贷，你就是故意看我们出丑，你这个冷血动物，你是在报复我们。报复？你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你们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你们把老洋房拿去抵押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你们盲目加盟被骗是你们自己的无能。我既没有拿枪逼着你们去借钱，也没有拿你们一分钱的好处，你们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吞。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只要你帮我还了这笔债，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帮不了。萧绝，老子今天跟你拼了！保安，把这两个闹事的人扔出去，通知整栋大楼的物业，以后再让这两个人踏进大门半步，安保主转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是，萧总，绝不会有下次。萧绝，你个绝门头，你不得好死！你等着，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绝对不会！老公，怎么办啊？他铁了心不给钱，咱们真的要睡大街了。睡大街？做梦！他萧绝想自己一个人躲在云端享清福，没那么容易。他萧绝现在是成功人士，油盐不进，但他总有软肋。既然咱们对付不了他，那就去找那个沈薇。我就不信那个女人知道了萧绝这么有钱，会没有别的心思。咱们从他身上找突破口。对，还有妈，咱们回去找妈。走，先回去稳住吹收的这笔天降凤财，他萧绝一毛不拔，咱们就跟他死磕到底。微微啊，你跟萧绝最近还在联系吗？陆凯哥找我有事直说吧，我下午还要上班。微微，哥可是为了你好，你被萧绝那个伪君子给骗了，你以为他真是个穷光蛋？你以为他真是个老实人？哦，他怎么骗我了？他发财了，发了惊天的大财。他早年买的一块破地拆迁了，拿到了一笔你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他现在开着最顶级的豪华座驾，在市中心最高档的写字楼里开公司。可是他呢？他跟你相亲的时候，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去试探你，他到现在都没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吧？微微，他这种人太可怕了，城府极深，连自己的亲妈和亲妹妹都能见死不救，他对你绝对是防备着的，他根本就没拿你当自己人。陆凯哥，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微微，你这是什么反应？他这么防着你，你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这些事儿他早就告诉我了。什么？你早就知道了？他居然告诉你了？是啊，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是怎么为了独吞家产把他扫地出门的。我知道你是怎么在相亲局上指着他的鼻子羞辱他配不上房子的。我也知道你们是怎么把抵押房产的钱赔光，然后跑到他公司去撒泼打滚的。陆凯，你今天来找我根本不是为了我好，你只是在萧绝那里碰了钉子，要不到钱，所以想从我这里挑拨离间，想让我去当你们的枪使，对吗？沈巍，你少在这装清高！既然你早就知道他有钱，你敢说你跟他在一起不是图他的财产？一个人心里装的是什么，看别人就是什么。
我图他什么跟你没关系。但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以后别再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来找我。你们一家人对萧绝做过的事，我一件都不会忘。下次你们再敢去他面前吸血，我会直接报警。贱人都是一丘之貉，你们给我等着！老公，怎么样？去找那个沈巍有用吗？他答应帮我们去劝萧绝了吗？没用了，沈巍早就知道他有巨款了，他们俩穿一条裤子，萧绝把底牌全亮给他了，根本不吃咱们这套。早就知道了，他宁可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一个外面的女人，也不肯告诉自己的亲妈。你在外面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要房子干什么？行，既然这套房子和家里的存钱都没我的份儿，那以后您的养老全权交给萧元和陆凯负责，我这边就不参与了。妈，生日快乐！知道您冬天手容易冷，给您挑了一副羊绒手套。这大热天的，送什么手套？礼物重在心意，至于价值，懂的人自然懂。手套，那副手套呢？我把它扔哪儿了？您找什么破手套啊？那不是个地摊货吗？地摊货？他手里握着天文数字的巨款，他可能送我几十块钱的地摊货吗？我瞎了眼了，我真是瞎了眼了！他那天是带着巨款回家的，他是想把一切都给这个家的，是我亲手把他逼走的。寿宴那天，他开着最顶级的豪车，看着我们在饭桌上像跳梁小丑一样要那个破金镯子，他心里该是在笑话我们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后悔已经没用了，银行马上就要来收这套房子了，咱们不能就这么认命。那还能怎么办？他连你和萧元都让保安扔出来了，他根本不认我们了。他不认我们，但他不能不认您。您生他养他，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血缘，法律也抹不掉。来硬的，既然他不吃软的，咱们就来硬的。妈，只有您能救咱们全家了。您必须装病，装重病。只要您进了医院的抢救室，只要我把病危通知书拍在他的办公桌上，我就不信他敢当着全社会的面，眼睁睁看着亲妈病死，不掏一分钱。只要撕开一个口子，那笔巨款咱们就能狠狠咬下一块肉来。短信发过去了吗？怎么半天没动静？发了，我连发了10几条。我说妈心脏病突发进了抢救室，现在急需一大笔手术费，如果不赶紧交钱，医院就要停药了。可是他根本不回啊，打电话也提示正在通话中，他肯定是把我拉黑了。真是个冷血的畜生，亲妈都快病了，他还能坐得住，我就不信他真的能冷血到这种地步。他不接你的电话，那咱们就找个他绝对信任的人去传话。喂，三舅，您快来医院吧，妈不行了，医生说要下病危通知书了，家里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抢救，您能不能联系一下大哥，求求他来看妈最后一眼吧。娟儿啊，你在哪儿呢？快来市医院吧，你妈心脏病发作了，听陆凯说人都快不行了，正在抢救呢，你赶紧带点钱过来救命啊！三舅，您先别急，您现在在医院吗？我刚接到陆凯的电话，正往医院赶呢。好，三舅，麻烦您到医院之后，不要听陆凯的一面之词，您亲自去护士站问清楚我妈到底是什么病，住了几天，现在是抢救还是普通留院观察，查清楚之后，您再给我回个电话。是家里出事了。他们说我妈心脏病突发，快不行了，要我拿钱去救命。昨天在公司楼下，陆凯和萧元还生龙活虎的跑来堵门。昨天傍晚，陆凯还跑到咖啡厅来找我。如果阿姨真的病危，他们怎么可能有闲心到处跑？这时间线对不上。你也看出来了，这不过是他们走投无路之下策划的一场劣质的苦肉计罢了。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是真的，这种事也不能掉以轻心，但绝对不能如了陆凯的愿，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让三舅去核实，是最正确的做法。娟儿啊，我问清楚了，你妈根本没进抢救室，就是血压高引起了点心惊，已经在普通病房住了5天了。医生说挂几天水就能出院。住院费呢？陆凯那个混账东西，只交了第1天的押金，现在医院已经催缴2次了。护士说再不交费，下午就得停药。他们这是拿你妈的身体当筹码，逼你出面啊！三舅，麻烦您去缴费处把我妈后续的所有医药费全交了，需要补多少营养品你也一并买好，钱我马上转到您的账户上。好，娟儿，那你不来看看你妈吗？医药费是我作为儿子该尽的法定义务，
但人我是不会去的。三舅，麻烦您替我保密，交钱的时候就说是您垫付的。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是我出的钱。绝不露面，不给他们任何道德绑架的借口，但同时补齐医药费，守住了法律和人性的底线。萧绝，你做的滴水不漏。陆凯以为只要搬出我妈的生死，就能捏住我的软肋。如果我今天去了，哪怕只是露个面，他们都会立刻像蚂蟥一样扑上来，在病房里上演一场大闹医院的戏码。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永远合不上了。我对那个家的义务仅限钱上的邹底，至于他们想要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任人宰割，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三舅，萧绝呢？他难道真的禽兽不如，连亲妈的死活都不管了？别嚷嚷了！什么病危？医生都跟我说了，就是普通的留院观察。你们为了要钱，连这种恶毒的谎都撒得出来，也不怕折寿？他没来，他连问都没问一句。我刚才已经把欠医院的费给交了。彩霞呀，菊儿现在对你们算是彻底寒了心了。你们要是再这么闹下去，以后就真当没生过这个儿子吧。喂，黑哥，陆凯，你他妈的跟老子玩失踪是吧？你那破店早就倒闭了，你抵押出来的几百万早被你赔了个底朝天。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再不把连本带利的钱吐出来，老子今晚就去医院，当着你妈的面卸了你一条胳膊。黑哥，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没钱了，我名下的卡都被冻结了。没钱就拿命抵。黑哥，我有钱，不是我大舅哥有钱，他叫萧绝，他刚刚拿到了一笔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天价拆迁款，他现在就在市中心最顶级的环球金融中心开公司。我把他的公司地址发给您。我还见过他开着一辆黑色的顶级豪华轿车，车牌号我也记得。他的钱多的数不清，这笔债你们去找他要，你们去堵他，只要逼他掏钱，别说连本带利，就算是双倍他也能给得起。环球金融中心，好小子，算你懂事。这笔账老子亲自带人去收，要是你要不到钱，老子回来连你一块切了。哟，看来陆凯那小子没撒谎，肖老板果然是发了大财的体面人啊。你们是谁？肖老板贵人多忘事啊，你那个好妹夫陆凯欠了我们一笔巨额的烂账，他现在穷得连裤衩都当了，指名道色让我们来找你要钱，说是你刚拿了天价的拆迁款，拔根汗毛比他的腰还粗。今天这笔账连本带利，你要是痛痛快快的替他还了，咱们交个朋友。你要是不给面子，呵呵，肖老板这身金贵的骨头怕是经不起我们兄弟几个折腾。陆凯欠你们的钱，你们去找他。我没有拿过你们一分钱，也没有替他做过任何担保，他的死活跟我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小子，你少他妈的跟我扯什么法律！老子干这行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收不回来的烂账。你今天不把钱吐出来，这辆车还有你个人都别想完好无损的走出这个车库。是吗？那你动手试试。警察都不许动，把手里的凶器放下，双手抱头蹲下。肖先生，您没受惊吧？按照您的吩咐，下午接到陆凯那边的异常监控信号后，我就已经提前联系了辖区警方，并在车库做好了布控。干得好！把刚才的录音交给警方，以寻衅滋事、非法敲诈勒索和暴力催烧起诉他们。我要他们怎么进去的，就别想轻易出来。你早就知道我们会来，你挖了坑等我们跳。我说过，陆凯的死活跟我无关，任何人想借他的名义来敲诈我，代价就是牢底坐穿。顾律师，帮我起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隔离声明，详细写明陆凯消绝的所有债务由其本人承担，与我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声明复印3份，一份用特快邮递寄给这群催收盘伙的老巢，一份贴在我公司大堂的公告栏上，最后一份原封不动地寄到陆凯手里。我要让他知道，他试图引来的每滴祸水，最后都会变成淹死他自己的毒药。觉儿，你终于肯回来看妈了。听说您出院了，我来看看您。觉儿啊，妈错了，妈真的知道错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妈不该听陆凯那个畜生的条，不该把房子全给了圆圆，把你赶出去啊！你爸走的时候说觉儿最老实，让我别亏待了你。可是妈糊涂啊，妈偏心眼儿啊！觉儿，你看在妈生你养你的份上，你看在你爸的份上，你原谅妈这一回行不行？你回家吧，啊！妈，您把我养大，供我吃了饭，这个恩我记着。医药费我已经让三舅替您交齐了，以后您养老的费用
我会按月准时打到您的卡上。您要是生病住院了，该我出的那份钱，我1分都不会少。作为您法律上的儿子，该尽的义务，我一样都不会落下。觉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还是不肯原谅妈？不是原不原谅，是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拼不回来了。您不用在我面前哭，也不用提我爸。我知道您现在后悔是因为陆凯把家产败光了。如果今天破产的是我，您猜您还会不会觉得对不起我？我会管您的养老，但也仅仅只是管钱。至于您想要的那种会在您病床前握着您的手着您的脖子说妈我爱您的儿子，从来都不是我。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觉儿啊！我今天去见过他了。说了什么？他哭了，跟我道歉，说对不起我，说想起了我爸。那你是怎么回的？我说法定母亲，法定儿子，我认养老，出钱看病，但我不会搬回去住，也不会再对他有任何情感上的期待。我说他想要的那种儿子，以后也不是会是我。小觉，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比我们第一次在相亲局上见面的时候还要平？因为不疼了。以前想这些事儿，想到除夕夜我一个人吃剩饭，想到他把我的礼物扔进垃圾桶，心里会像针扎一样疼。但今天看着他哭，我发现我心里居然一点波浪都没有了，就是平的，彻彻底底的平。平了是好事儿，心里那些像石头一样压着的东西没了，你才能真正往前走。这周末你有空吗？怎么了？陪我走了这么长一段泥泞的路，现在我想名正言顺的去拜访一下叔叔阿姨。好啊，不过提前说好，我爸可是个脾气很倔的老头，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小肖啊，来多吃点儿。听微微说你在市中心开投资公司，平时工作肯定很辛苦吧？谢谢阿姨，工作还好，已经步入正轨了。小娇，你的情况微微大致跟我提过一些，关于你事业上的成功，我不懂也不多问，但我听微微说，你跟你原生家庭那边，尤其是跟你母亲和妹妹，几乎断绝了来往。是的，叔叔，不仅断绝了日常来往，我还让律师起草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隔离声明。这是为什么呀？一家人怎么闹到要动用律师的地步？萧觉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叔叔阿姨，我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所以我承诺，我母亲的养老和医疗底线，我会用金钱去兜底，这是我为人子的法律义务。但除此之外，我绝对不允许他们像吸血鬼一样来剥削我的生活，更不允许他们去打扰微微的生活。做人要有底线，该还的恩我用钱还，不该填的无底洞我1分都不会给。小肖啊，我这辈子教书支援，见惯了那些被所谓的孝道绑架，最终搞得自己小家家破人亡的糊涂蛋。你能在这个年纪面对惊天的财富和亲情的撕扯，想明白底线这2个字儿，太不容易了。这孩子从小到大受了多少委屈啊，亲妈怎么能偏心到这种地步？小肖，以后没事儿就跟微微常回来，阿姨给你做你爱吃的菜，咱们不理他们。小肖，叔叔今天敬你一杯，不仅是因为你事业有成，更是因为你是个有担当、拎得清的男人。微微交给你，我放心。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二老放心，我绝不会让微微受一点委屈。怎么样，我爸没为难你吧？他平时在学校里训教导主任都没今天这么客气。叔叔是个很睿智的长辈，能遇到你，遇到叔叔阿姨，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萧觉，我问你一件事。你说。如果有一天，你妈或者萧元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不是为了要钱，而是穷到没地方住，想要回来跟你一起住，你会怎么办？我不会让他们住进来，我可以在郊区给他租一套能遮风挡雨的单间，甚至可以花钱请个护工定期去看他，但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跨进我的家门半步，因为这个家是我和你的底线。如果将来我们有了孩子，我更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在那种所有人都在算计、永远偏心、充满冷暴力的环境下长大。那种苦，我一个人吃过就够了。我绝对不允许悲剧在我的小家庭里重演。好，那我们就关起门来过我们自己清清白白的好日子。你们不能封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房子，我马上就有钱了。
我大舅哥是跨国投资公司的老总，他手里有天价的巨款，你们再宽限我几天，我一定能把窟窿补上。陆先生，请配合，这套房产的抵押还款期限早已逾期，法院已经下达了强制执行文书，如果你再无理取闹，阻碍公务，我们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没了，全没了，我的房子，我的家底，全都没了。妈，房子没了，咱们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现在只有最后一条路能走了。还有什么路？菊儿她根本不管我们了，她连见都不愿意见你们。他不见我们，但他必须管您。您生他养他，他要是让亲妈睡桥洞，光是舆论的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他那个大公司。圆圆，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就说妈被赶出来了，身体快不行了，让他出钱，以妈的名义买套新房子。只要房子挂在妈的名下，咱们就能以照顾老人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住进去。等以后妈100年了，你是第1顺位继承人，这房子自然就是咱们的。哥，你接电话了，求求你别挂，听我说完。说。哥，老洋房被法院强制收走了，我们全家现在都被赶到了大街上，行李全泡在泥水里。妈受不了这个刺激，一直捂着胸口喊疼，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哥，我知道你恨我和陆凯，我们罪有应得，但妈是无辜的呀。她年纪那么大了，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流落街头吧？你现在手里有那么多钱，你能不能花点钱给妈买套新房子，哪怕面积小一点也行，只要写在妈的名下，让妈有个安享晚年的地方，我和陆凯绝对不插手。我们就算去打工租地下室，也绝对不去打扰你们。哥，我求求你了，你给妈一条活路吧。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你让我出钱买套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登记在妈的名下呀。哥，那是你亲妈，你总不会连亲妈都信不过吧？亲妈？你觉得我会信吗？萧元，你是不是觉得我这28年在这个家里没说话，就代表我脑子和你一样蠢？以我妈的名义买房，第一步，你们打着贴身照顾老人的名号，名正言顺地搬进去住，享受我出钱买来的高档住宅。第二步，趁着我妈心软，背着我把房子偷偷拿去做2次抵押，继续填你们的无底洞。退一万步说，就算你们没去抵押，等我妈100年之后，这套写在她名下的房子变成了遗产，你作为女儿就能理直气壮地分走一半，甚至全部。萧元，你们这不叫求我给条活路，你们这叫算计我的家产。我说过，我只管出钱养老。如果我妈真的到了吃不上饭、没地方住的地步，我会让助理在北城区给她租一个单间，确保她冻不死、饿不死。至于想用我妈的名字从我手里套走一套房产，这个方案我不接受。你告诉陆凯，收起他那些下三滥的心思。以后这种电话打一次我拉黑一次。很美，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这套婚纱的造价太惊人了，萧绝，其实我们没必要在这些形式上花费太多的。在我眼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的价值能比得上你那天在饭桌上替我挡下冷箭的勇气。我要给你一场最好的婚礼，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萧绝唯一的底线和珍宝。昨天萧牙给你打电话的事儿，助理跟我说了，他们想要套你的房产。陆凯的惯用伎里，想借我妈的名义吃绝佳，我拒绝了。你拒绝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以陆凯那种极端偏执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婚礼了，你觉得他们会来闹事吗？不是觉得，是一定会。婚礼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体面的场合，届时商界名流和你的亲朋好友都会在场。在陆凯眼里，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带着萧元，甚至推着我妈，在婚礼的高潮冲进来。那我们怎么办？增加安保，把他们拦在外面？拦在外面，他们就会在酒店门口拉横幅开直播，甚至去找媒体恶意剪辑。那样虽然伤不到我们的筋骨，但就像几只苍蝇一样，足够恶心。既然他们想闹，那就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闹。你是想在所有人的面前，借着这个最大的舞台，彻底把他们剥皮抽筋钉在耻辱柱上？对，我要发一份请柬。给谁？只给我妈一个人。我妈是我的法定直系亲属，如果不请她，舆论上始终会留下话章。我不仅要请她，我还要给她留一张最显眼的椅子。但我会在请柬上明确写明，只邀请母亲张彩霞一人，谢绝一切陪同。陆凯一定会借题发挥，强行闯入。到时候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身败名裂，什么是真正的自取其辱。
好，无论那天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身边，哪怕是修罗场，我也陪你一起面对。好啊，菊儿，你终于成家了。这姑娘一看就是个旺夫的好面相，三舅替你高兴。三舅，下个月16号你一定要来喝杯喜酒。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就算下刀子，三舅也得去。三舅，我还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你说，这是我给我妈的请柬，我明确要求只允许她一个人出席，但我知道陆凯和萧元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一定会硬跟着来，甚至会在婚礼上大闹一场，逼我给钱。三舅，我不想让微微的婚礼被这几颗老鼠屎毁了。如果那天他们真的强闯进来了，我希望您能坐在我妈的旁边。你是想让我帮你挡住他们？菊儿啊，不是三舅推辞，你那个妹夫陆凯现在是个彻底破产的疯狗，你妈又是个拎不清的，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拦不住他们撒泼啊。三舅，您误会了，我不需要您拦他们。陆凯如果敢在婚礼上闹，无非就是想利用不知情的宾客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让我下不来台。我希望您坐在那里，不是为了拦住陆凯，而是为了盯住我妈。当我当众甩出所有的铁证，彻底撕破陆凯和萧元的画皮时，我妈一定会受不了刺激哭闹，甚至会再次用母子情分来裹挟我。到那时候，我希望您作为长辈，作为整个家族里唯一公允的见证人，能站出来摁住他。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不是我不念亲情，是他们贪得无厌。如果有人要在我的婚礼上撒泼，那丢脸的绝对不能是我和薇薇。菊儿，你放心，你爸走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护着你，可是这几年三舅没本事，眼睁睁看着你妈他们偏心，让你受了这么多苦。婚礼那天我就坐在你妈旁边，谁要是敢在你的大喜日子上惹事儿，敢给你和薇薇泼脏水，不用你动手，三舅第一个站起来，大耳刮子抽他们出去。谢谢三舅。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还没来。会来的。对于快要溺死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后能抓住的一根浮草。滚开！给我让开！我是新郎的亲妹夫，里面那个结婚的是我亲大哥，你凭什么拦着我？哥，小菊，你不能这么绝情啊！亲妈都快没命了，你竟然躲在这里办这么豪华的婚礼，你还是个人吗？肖总，有2个自称是您亲属的人强行闯门，是否需要立刻将他们驱离？让他们进来。各位老板，各位亲戚朋友，你们都来看看啊！看看这个衣冠楚楚的肖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面兽心。他前阵子刚刚拿到了一笔无法想象的天价巨款，他有钱在这里办这么奢华的婚礼，可是你们知道他的原生家庭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哥，我求求你了，咱们家的房子被法院收走了，我们现在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就算恨我，可妈是无辜的呀。妈现在流落街头，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你手指缝里稍微露出一点，就能给妈买套小房子，给她一条活路啊！你不能有了钱，连亲妈都不认了啊！天哪，再怎么样也不能不管亲生母亲吧？要是真的眼睁睁看着亲妹妹被高利贷逼死，母亲流落街头，这也太冷血了。陆凯、萧元，你们说完了吗？怎么？你嫌我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戳穿了你的真面目，你觉得丢脸了？你要是还要点脸，现在就拿钱出来。既然你们说完了，那现在该我说了。切屏幕，在座的各位，今天是我和沈巍的婚礼，本来不该占用大家的时间来处理这些肮脏的私事，但既然有人非要当着各位的面，打着亲情的旗号来索要巨款，那我就把这笔账当众算个清清楚楚。几个月前，就在我拿到你们口中那笔巨款的同一天，我的家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的内容很简单。市中心价值不菲的老洋房以及家里所有的存款全部无偿过户登记在我妹妹萧元的名下。作为这个家的长子，我分文未取。这就是当天晚上他们发在朋友圈的胜利宣言。他们明确地告诉我，家产全归女儿，我这个儿子是个外人，以后1分钱都别来沾边。不是这样的，那是以前。哥，你现在那么有钱。我有钱，跟你们有1毛钱的关系吗？那天在客厅里，你们为了把我扫地出门，亲口告诉我，我拿着那点死工资不配拥有房子，连我住的10几平米的小房间都要立刻腾出来给你们做电竞房。后来你们拿着老人的房子去抵押，盲目投资，招惹高利贷，最后赔了个倾家荡产，连房子都被法院强制收走。我分家产的时候，你们说我是外人，现在你们背了一屁股烂债，骂街嫂却跑了门来找我这个被你们赶出家门的外人，要求我出巨资替你们还债，给你们买房。陆凯，既然家产没有我这个外人的份儿，那这笔烂账自然也轮不到我这个外人来还，你觉得这个逻辑说得通吗？真是活久见，霸占家产时候把人扫地出门，自己破产了又跑来要钱，天底下哪有这么无耻的人？就是，那朋友圈发的那么绝，现在怎么有脸跑来别人婚礼上哭穷，简直是吸血鬼啊！
都是你，都是你这个丧门星！老公，你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被你们一家坑惨了！现在债主天天追着老子砍，老子连命都快没了！陆凯，你个王八蛋！打压房子去投资，明明是你出的主意，是你败光了我的房子，你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我跟你拼了！离婚！老子明天就跟你离婚！你背的那一身债你自己去还，老子不陪你玩了！把他们拖出去，告诉外面的警察，有人寻衅滋事，直接交给警方处理。是。抱歉，一点无足轻重的插曲惊扰了各位的雅兴。婚礼继续。觉儿，你今天真精神。三舅旁边，我给您留了位置。我看到了，可我没资格坐到前面去，那张椅子不属于我。觉儿，妈以前对不住你，今天看到你娶了个好姑娘，妈心里高兴。你的钱是你自己的，妈以后不拖累你。谁呀？彩霞，是我。这外头的风简直像刀子一样。彩霞，你这屋里怎么连个暖气都没有？就靠这台小电暖气，晚上能熬得住吗？熬得住。觉儿不仅让人给我交了房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给得足足的，是我自己没脸花他的钱，能省一点是一点。陆凯那个畜生跑了，圆圆现在在外头打工还债，你算是彻底体会到头来谁才是真孝顺了吧？我早就遭报应了。当初老洋房被收走，要不是觉儿还肯管我一口饭吃，我早就冻死在街头了。我现在每天晚上闭上眼，都是觉儿以前在这个家里受委屈的样子。我悔啊，三哥，我真的悔啊！彩霞，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我今天顶着风跑过来，是给你带个大喜信的。你儿媳妇微微她昨天凌晨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生了，觉儿当爸爸了。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走，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医院看看孙子。不，我没脸去。觉儿好不容易过上安生日子，我不能去给他添堵。三哥，你等一下。三哥，这是我这几个月闲着没事织的，你帮我带去医院。你就跟觉儿说，这是你在商场里买的，千万别说是我弄的，我怕他们嫌晦气。一件小毛衣，一顶小帽子。彩霞，这毛线，这米白色，这不是觉儿在寿宴上送你的那副手套吗？是，我把它拆了，那么好的羊绒戴在我这双脏手上是糟蹋了。我把它拆成线，一根一根洗得干干净净，给我的孙子织了件衣服。三哥，你帮我带去吧，只要能穿在孩子身上，我也算尽了一点当奶奶的心了。觉儿，微微，三舅来看看孩子。哎呦，瞧这小鼻子小眼儿，跟觉儿小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谢谢三舅，大冷天的还麻烦您跑一趟。觉儿，这个有人托我给孩子带点东西。萧觉，这材质不是普通的毛线。觉儿，是你妈让我带来的，她亲手把那副手套拆了，一根根洗干净织的。她死活不敢来，怕你看了她心烦，只求能把衣服给孩子穿上。萧觉，她把手套拆了。手套是你给他的补偿，也是你跟他划清界限的信物。他把手套拆了，意味着他终于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欠了你多少。他这大半辈子都被偏心蒙了眼，但这一次，他把最珍贵的东西揉碎了，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对孙子的疼爱里。萧觉，恨一个人很累，如果他真的改了，就给自己，也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吧。三舅，哎，觉儿，你要是实在心里过不去，三舅就把东西拿走。衣服很合身，我很喜欢。三舅，明天上午您去一趟北城区，去接你妈。外头太冷了，您告诉她孙子想奶奶了，让她收拾收拾东西，明天直接搬到云洞天街去，跟我们一起住。哎，好孩子，三舅替你妈谢谢你，我这就去告诉她。三哥，觉儿真的肯见我，他还肯让我搬过去住，你不是在宽我的心吧？傻妹子，我骗你干什么？觉儿早就把过去的个坎儿迈过去了，现在就等你了。站在这儿看，能看清什么？觉儿，衣服很暖和，微微很喜欢，孩子穿上正好。觉儿，妈对不起你，妈前半辈子真是猪油蒙了心啊。妈，过去的事已经翻篇了，那笔糊涂账咱们今天彻底清零。觉儿，
你叫我什么？你原谅妈了。您是我妈，哪有记一辈子仇的儿子？以后您就安心跟着我和微微，帮我们带孩子。以前您没给我的疼爱，以后全都补在您孙子身上吧。妈，您可算来了，您快来看看，这小家伙刚才还闹腾呢，穿上您织的毛衣，立马就睡踏实了。妈，外面风大，咱们进屋说，等下午办了出院手续，咱们一家人一起回家。回家，咱们一家人回家。